欢迎来到这份解析。说真的，每当股市无预警崩盘，看着大盘一片满江绿，你的心跳是不是也漏了一拍？然后脑袋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该立刻冲进去捡便宜了？相信我，你绝对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冲动的人。今天我们就要来彻底拆解这份逆向致富大师级暴跌抄底直男，一起来看看那些顶尖的专业交易员到底是怎么在血流成河的市场里精准掠夺财富的。哇，大盘跌这么惨，总该进场抄底了吧？每次暴跌，我们心里那个声音就会跑出来，大家都有一种想去徒手接飞刀的致命直觉，满心期待自己能幸运抓到反弹，大赚一笔快钱，对吧？但现实往往超级骨感，接刀子的下场通常就是满手鲜血。你一定也很好奇，为什么这种看似超合理的危机入市，最后却常常让我们被死死套牢在半山腰呢？因为现实超残酷的，当你顺着那种越跌越买、往下摊平的直觉，急着逢低进场的时候呢，你以为你在抄底，但在华尔街大户的眼里，你根本就是他们完美的流动性提款机呀，你只是在帮他们顺利脱手而已。好，为了帮大家打破这个提款机魔咒，这是我们今天的路线图：第一，致命的直觉；第二，大脑的心理博弈；第三，大师的优势；最后第四，大师级指南。马上进入第一部分，致命的直觉，来看看为什么接刀子会把你的财富彻底摧毁。其实这不能完全怪你，这是我们的大脑在作祟。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康纳曼提出的展望理论就证明了这一点。简单来说，当你的账面上处于亏损状态时，你的大脑会自动切换到赌徒模式。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天生就容易在亏钱的时候做出超鲁莽的决定，像是疯狂加码摊平，满脑子只想着赶快把钱凹回来。接着就是超可怕的赌徒谬误了。你是不是也常觉得，天哪，都连跌3天了，从几率上来看，明天一定该反弹了吧？千万别这么想，这完全是个错觉，它会欺骗你，让你对真实的市场机制视而不见，盲目的把辛苦钱丢进无底洞。既然大脑这么不可靠，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大脑的心理博弈，揭露市场背后的综合人。百年传奇大师理查德·威克夫提到过一个很震撼的概念。你知道，当大家都在恐慌抛售的时候，对面把你的股票买走的到底是谁吗？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综合人，也就是那些手握庞大资金的机构主力。更狠的是，他们会故意利用新闻媒体去渲染恐慌，把这种绝望氛围当成武器，逼你乖乖交出筹码。来看看聪明钱是怎么玩的。他们超有耐心，会先等新闻引爆恐慌，让散户发生大逃杀般的恐慌抛售，然后趁大家人踩人的时候，用超级跳楼价狂捡便宜。最后，他们还会做一个成交量极小的2次测试，确认真的没人在卖了。所以你看，如果你在他们吸完筹码前就瞎抄底，根本就是用肉身去挡一颗快速下坠的巨石嘛。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传奇孤狼班纳的巴鲁克说过的这句话，我个人真的超爱。他说：“不要试图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除了骗子，没人做得到。”这句话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我都没有魔法可以猜到绝对的低点在哪，放弃摸底的妄想，才是我们建立大师思维的第一步。既然不可能精准摸底，我们直接进入第3部分。大师的优势，资本保全与战略现金。来看看顶尖对冲基金经理人史丹利·德鲁肯米勒是怎么想的。从专业交易员的视角来看，投资的第一天条永远是资本保全，也就是说，资金管理绝对大于任何技术分析。不去接掉落的飞刀，死死保住你的本金，你才有筹码留在牌桌上，等着未来打出漂亮的全垒打。所以了，别再盲目逢低买进了，把你手上的现金留着，这可不是闲钱，这是大师们口中最具威力的战略现金。
当市场真正陷入绝望、血流成河的时候，这笔钱就是你杀进去的最强终极武器。好，理论说完了，接下来是重头戏，第4部分，大师级指南，逆向致富的3个步骤。这3个步骤绝对要记下来，是你下次遇到崩盘时的终极行动手册。第一，等待2次测试；第二，实行无情的停损；第三，部署狙击清单。我们先看第一步，用威科夫的量价 X 光机。崩盘刚开始，你会看到爆量，带着长长下影线的恐慌抛售。这时候，拜托把手绑起来，忍住。你要像的狙击手一样，耐心等价格再次回到那个低点，但这一次成交量必须大幅度缩小，这就是所谓的2次测试，代表卖压已经被消化光了。聪明钱接管了市场，这才是你胜率最高的时候。第二步，来重置一下你的大脑。我们常会因为一开始买的成本价而被病鸟，跌越多越舍不得卖，对吗？现在请你看着你亏损的部位，非常诚实且残酷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手上拿的全部都是现金，我还会买这档股票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会，那就别犹豫了，立刻执行一个干净利落、冷酷无情的停损。这不是认输哦，这是帮你止血，完美呼应了刚刚提到的资本保全策略。你砍掉的每一分钱都会变成保护你未来的战略现金。最后第3步，反击的时候到了。约翰·谭伯顿爵士说的太好了，极度悲观弥漫时，正是买进的最好时机。为什么？因为市场恐慌抛售的时候，好公司跟坏公司会一起被倒货，这时候就会出现超级夸张的定价错误。这时候你就要拿出你的狙击清单哦。平常你就要锁定那些有超强护城河，但平时超级贵的好公司。等到总体经济的恐慌把他们错杀的时候，拿出你的战略现金，在别人恐惧到不敢呼吸的时候，贪婪的分批的买进，用极低的折扣把这些极品资产全部扫进口袋。在结束这份解析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市场的暴跌跟财富重分配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那么下次无情的崩盘来临时，你是要当那只被直觉控制、乖乖交出宝贵筹码的待宰羔羊，还是要当一个手握战略现金、冷静等待最佳出手时机的冷线猎人呢？选择权永远在你手上。我们下次见。